好，欢迎回到寰宇全世界。在2026开年真的是非常的不平静啊！除了刚才我们所讨论到的以色列跟伊朗又开打之外呢，在邻近的包括阿富汗跟巴基斯坦也陷入了战争。2月26号，阿富汗攻击了巴基斯坦的边境部队之后呢，巴基斯坦在2月27号就回敬。然后也报复呢，攻击了这个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还有第二大城坎达哈。巴基斯坦的防长阿西夫表示，目前这个局势已经相当于两国在全面开战。路透社对比了双方的军力啊，那也向外界表示说呢，现在这个巴基斯坦拥有66万名的现役军人，阿富汗只有17万。另外，在装甲车辆方面呢，巴基斯坦有超过6000辆、4600门的各式火炮。阿富汗这边呢，虽然有苏联时期的主战坦克、装甲运兵车啊、火炮等等装备，但是数量不明。巴基斯坦的空军呢是有大概465架战斗机，还有超过260架的直升机。反看阿富汗呢，只有6架苏联时代的老飞机跟23架直升机啊。那我们要说这些军力上的数量上种种比较下来，账面上光是看这个数量就知道巴基斯坦是完全碾压阿富汗。可是阿富汗呢，曾经有一个帝国坟场之称啊，因为它曾经让苏联，就是前苏联，现在的俄罗斯，还有呢像美国这些超级强权吃过鳖。可是毕竟那是之前的事情，现在时空背景的转换呢，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其实我觉得这两国之间呢，应该还是不脱小打小闹的这个状态。小打，就是说，因为其实主要的问题还在就是说，阿富汗这个神学制政权重新恢复好这个接掌权力之后，他这个时候其实因为毕竟神学制政权底下有非常多这种所谓的那个伊斯兰激进组织或伊斯兰激进分子。那过去其实这些人常常往往是常常接受到那个巴基斯坦庇护的。其实你看那个整个阿富汗跟巴基斯坦边境都是这些人在。相互往来，但这些人呢，当现在等到一旦阿富汗重新赶走了原先的这个亲美西方的政权，然后重新建立了这样一个神权统治机构以后，那这些人回去，然后呢，开始又晋级私动了。其实现在对美国来讲，美国如果真的把这个伊朗那个干掉的话，对，我们刚刚就讲到延续上一个那个小时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真的他把这个伊朗这个彻底的歼灭跟毁坏了以后，这个时候这些伊斯兰激进组织的这些人就会毫无阻拦的流进伊朗，甚至流进那个西欧。所以对那个巴基斯坦来说，他现在其实就是挡住这些这个激进的回教分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防线。那这些人他之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说现在他会跟那个巴基斯坦弄不好，因为主要就是当过去。当他离开了巴基斯坦庇护所，回到那个阿富汗，然后开始自我膨胀，认为要开始对周边的这个伊斯兰弟兄去宣扬他们的这个教派跟教威之后，那自然会让巴基斯坦这一些的国家会影响到他的统治阶层的这个安全。所以那再加上这些神学士的这些这个士兵们这个往往就是不长眼的去袭击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哨站。其实之前已经有相当多巴基斯坦的这个哨站遭到神学士这些士兵们袭击。那因此巴基斯坦他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一个报复性的攻击，而且我觉得这个报复性攻击是传达一个非常强烈的讯息，就是要警告那个神学制政府，你要好好管好这些你底下这些小喽啰们，如果他们这个继续这样乱搞，到外面那个要把自己的这种所谓的回教激进意识，然后去输出到周边的地区引起周边的国家的这个不安的话，那这个时候巴基斯坦会强化他攻击的力道，甚至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神学制政权的这样的安危。因为其实你神学制政权的确他把这个亲西方的政权赶走，但是整体来说，它还是很需要来自于周边的各种的这样一个协助跟支援。那如果这个时候巴基斯坦把它断掉，因为其实长期以往巴基斯坦跟神学制政权的关系相当不错。如果今天巴基斯坦断掉，然后那这个时候伊朗如果说当然如果那个美国真的把伊朗击垮，伊朗这边能够得到一个很大的输出口的话，那后面其实那个可能就是引发整个天下大乱局势。但是我相信美国跟以色列他们在对伊朗这个过程中，应该也会考虑到最近巴基斯坦形势的变化。所以我个人觉得啦，那个神学士政权受到这样一个强力的警告之后，因为这个部分来讲，以那个巴基斯坦绝对不会傻到挥兵进攻这个阿富汗，因为挥兵进攻杀进去对他一点好处就还不至于就对了。对，他不至于。然后但是就是要透过这样一个边境军事行动，给那个喀布尔的神学制政权一个非常明确且清楚的警告讯息。对。
规模不至于扩大，或是不至于蔓延啊。马老师也是这么认为嘛，哈。因为现在也看到说，我们回顾一下阿富汗跟巴基斯坦他们两国，其实曾经有个蜜月期啊，在画面右方我们看到他们曾经还一起联手。对付共同的敌人，但现在没想到却反目成仇啊！这个巴基斯坦当时的总理啊，就是时任总理叫做伊姆兰汗呢，他曾经还称许，他说阿富汗人打破了奴役的枷锁，但是没有想到说这个过去呢联手对抗共同敌人的两个如胶似漆的国家呢，那现在呢却反目成仇。那但是也看到说，中国大陆的方面啊，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呢也特别对于这个中方对巴基斯坦跟阿富汗的冲突升级表达了忧虑跟痛心。好，曾经是这么好的这个国家，现在换成了就是塔利班执政掌权以后，反而就是造成了两国的交恶啊。这背后的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可能会是什么呢？就是其实这两个国家，因为他们是邻国啊，那巴基斯坦的这个战略角色非常特殊，就是他跟印度的关系很不好，所以如果他在跟阿富汗不好，其实对他来讲腹背受敌，这不是一个好的选项哦。所以在2021年美军撤走阿富汗的时候，其实巴基斯坦想尝试跟这个阿富汗就是交好，那这个交好背后有一个很深层的原因，是因为巴基斯坦的境内有所谓的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就是塔利班也在巴基斯坦境内有他的组织，大约1万多人。那这是一个恐怖组织。那这个恐怖组织本来照巴基斯坦政府的想法，是我跟塔利班政权交好以后，其实你就会控制在我境内的这些恐怖组织势力，让他们不要太过分。可是，在过去的这个4、5年以来，他这个恐怖攻击还是不断，特别是他会对政府的警察、军队做攻击。那这件事情一直发生，那这件事情就会让巴基斯坦觉得说，我跟你交往也没什么用嘛。那再加上，其实这两个国家在过去从这个1893年开始，这个划界的问题，就是说杜兰线的问题，其实双方一直没有处理好。也就是说，这两个邻国本来就有矛盾，再加上巴基斯坦政府对于现在的阿富汗塔利班的一些期待也落空，那就没什么好讲的，就是那双方一有矛盾的时候，我就动手了。所以我觉得这背后的深层的因素，主要是阿富汗的塔利班没有去好好的控制在巴基斯坦境内的塔利班政权，而造成巴基斯坦政府的一个重大的困扰。对，现在这个议题其实也在考验着中国大陆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啊，因为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中方的发言人啊，由他们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那表达了对于两国的冲突升级啊感到了忧虑，那甚至是痛心。那当然也呼吁呢双方能够保持冷静克制，透过对话来解决分歧，并且希望双方都能够尽快的协议，然后呢达成停火。中方呢也正在持续的斡旋调解，希望能够推动局势的降温啊。所以现在，当中国大陆面对了这个地区的冲突，当然虽然这是巴基斯坦跟阿富汗之间的事情啊，但是或多或少也正在考验着中国大陆的地缘影响力。处理上，中方可能接下来会采取哪些方式？我想当然是这个劝和促谈啊。那不过这个问题是比较难处理的。那是不是中国大陆会被卡在巴基斯坦跟这个阿富汗之间啊？可能性也不大。中国大陆我觉得会比较担心的就是阿富汗倒向印度。如果阿富汗倒向印度的话，那对中国大陆就比较不利了。那就阿富汗跟这个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哈，那个是根源于2个因素，一个是领土的争执，一个是怎么样？一个是所谓的这个就是这个双方民族主义的一个冲突。所以这个是很难解决的。这个中国大陆不是不知道，而且中国大陆在这个过去的一段也吃了很多亏，因为“一带一路”这个中巴经济走廊很多都经过这些2个敏感地带，一个是普什图人，一个是贝鲁兹人的地带。那其实普什图人是这个巴基斯坦的一个少数民族，占巴基斯坦总民族量大概15.4%。那可是呢，普什图人他是阿富汗的主体民族，占阿富汗是占他的民族里面，阿富汗也是多民族的，他占42%。那你要知道，刚刚提到就是说有一条现在的阿富汗跟巴基斯坦的这个边界线啊，是当初一个英国殖民者的一个军官他自己画下去的。画下去以后，
争议不断，阿富汗非常不满意，因为他从这个普什图人的这个居住的地中间把它划开了，那所以这条线就是英国人留下来的一个冲突的线了。那所以事实上，刚刚提到那个所谓的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大部分都是普什图人。那巴基斯坦的这个塔利班，他们的寻求政治目的是独立，所以他就受到对岸的这个他们的同族人、同是普什图人的这个阿富汗这个支持。对，所以这里面有领土冲突，也有民族之间同个种族，但是是不同的国。对，不同，他被这个，因为那个西方帝国主义都是把一个民族把它割裂，然后留下来这些问题留下来坑，让这些永远殖民时期的遗害。这就是英国殖民主义最有名的叫分而治之，就把你民族给你分开，然后让你的永远分成2个不同的国家，让你永远的这个永久的冲突，对，还有永久的冲突，所以这个很难处理的。倒是说，因为这个其实你要知道，阿富汗的塔利班当时是谁帮他成立的？是巴基斯坦帮他成立的。他们有今天应该要感谢巴基斯坦，因为在70年代的时候，当时苏联入侵阿富汗，巴基斯坦跟美国因为怕苏联的力量进入到这个南亚，所以他们就协助成立了这个塔利班。是，所以塔利班的幕后当时的支持者，巴基斯坦是其中之一。可是问题我就觉得说，就阿富汗跟巴基斯坦有这个先天存在的领土跟民族之间的纠纷，所以这个还是会翻脸的。那现在就变成就是说，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印度就对就是对阿富汗的塔利班呢下手，然后呢给予他很多的支持。而且呢，主要针对谁？主要针对巴基斯坦，次要针对谁？次要中国大陆。所以，如果印度的势力进入到这个阿富汗的话，那么对于这个巴基斯坦甚至中国大陆都是不利的。所以，在这个上面，中国大陆跟巴基斯坦又有共同利益。对。所以，在这个事情扩大之前巴基斯坦就说印度就是一个怎么样煽风点火的国家。那这个为什么印度事实上跟阿富汗的这个关系在去年底的有一个突破，也就阿富汗的外长，塔利班政权的外长，在去年10月到印度去访问，双方进行了很多更密切的合作。这个会造成就变成本来边界本来就是纷纷扰扰的，已经几十年都是这样，那突然这个矛盾增高我觉得这里面最主要是印度的角色，让巴基斯坦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要用一个比较坚决的方式展现他的立场，然后做一个清理，所以这个不会再继续扩大。可是呢，这个从巴基斯坦角度来看，它是向这个阿富汗政权塔利班政权这个发出一个强硬的讯号，然后就是说这个你不要跟印度走在一起。这个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他也不希望阿富汗倒向印度。阿富汗事实上呢，阿富汗的阿富汗的这个塔利班的这些领导人落役到北京已经去过好几次对他们最寄望的当然还是北京啦。对，因为北京有庞大的这个基建能力跟这个国际影响力。对于阿富汗这个政权来讲的话，现在没有几个国家承认它大陆好像也还没有承认然后印度也还没有承认那所以就变成他们当然是首先争取的还是中国大陆。可是问题就是因为跟巴基斯坦的矛盾，像阿富汗对于这个印度伸出来一只手，让印度的力量那么进去。其实过去在巴基斯坦里面的巴基斯坦的塔利班，他幕后最大的支持者其实是印度其实是印度。那么也有说美国也是其中的支持者，不过这对于巴基斯坦来讲是一个隐患，因为这个有在他的境内寻求独立，等于说要分割他的领土，这个是他的核心利益。对，然后又有外援，这个外援呢过去是印度，现在呢阿富汗又跟他们这个巴基斯坦里面的塔利班因为同族都是普什图人总之其实现在这样听起来，就是照3位老师的研判，就是冲突
发生了，但是不至于会扩大啊，也不至于会延续太久啊，小打小闹。但是巴基斯坦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果持续的跟阿富汗交恶的话，他会不会让自己陷入一个同时必须得面对，特别是印度现在又来一个阿富汗的腹背受敌的局面？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